最近在做美股股息相关影片时，有些观众会在留言区谈到美股预扣30%股息税的问题，感觉得出来有些朋友对这部分还是蛮在意的。所以说我自己认为股息年年成长的优质股带来的复利效果，一样会让我觉得投资美股还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我想也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或许台股里也有不错的股息标的。因此本期影片就来聊聊几只台湾热门的 ETF， 内容包括第一，认识目前台湾最热门的高股息 ETF， 包含00878、0056、00919，以及第二，深入了解这3只的差异、报酬率，如果资金有限的投资人可以如何选择研究，以及第三，高股息 ETF 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如果你是刚进入台股股市的投资小白，想多认识台湾的高股息 ETF， 那这期影片就跟我一起来研究吧。那如果已经是投资老手，应该就不用看了，因为本期影片会以较基础的内容，尽量从新手听得懂、想了解的部分分享说明。那如果你还是想了解的话，你就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我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分享他曾00878、00929等等高股息的标的，每到配息日就可以看到他们分享他们庞大的股息收入，令人很是羡慕。而这几档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高股息 ETF。如果你懒得研究个股涨跌，什么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也没有耐心等待复利，单纯就想投入一笔钱，并稳稳的领回配息，入袋为安，那么这样的高股息 ETF 或许是可以考虑的项目。那在投资前，我们可以先从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官网中大致了解目前台湾人最爱的 ETF。根据证交所统计2024年11月的数据，交易户数前5名的 ETF 分别是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，以及0056元大高股息，再来是0050、006208，以及第5名是00919群益台湾精选高息。前5名中，高股息 ETF 就占了3只，超过一半。可以感受到许多投资人还是蛮喜欢稳稳领息的标的的。那另外2只都是投资台湾50的市值型 ETF， 交易数也是蛮多的。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高股息 ETF， 因此我们今天就针对00878、0056以及00919来跟大家一一分享。首先第一支是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。那要认识一档标的，首先第一步建议来到它的官网，毕竟官网的数据及资讯都会相对比较准确，而且我真心觉得官网的界面大多会整理得蛮干净好阅读的。OK， 那我们从国泰投信的官网找到00878这档 ETF，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基本资料。这档 ETF 的特色直接标明在这，包含采现金殖利率加权结合 ESG 及高股息，精选标的强而有力，产业够分散。你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档标的会结合 ESG 跟高股息的考量来挑选标的。那 ESG 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种非财务性的绩效指标。这个指标最初是在联合国的报告中提出的。那个报告指出，如果企业在 ESG 的指标上有良好的表现，那么竞争力通常会比较强。所以这里国泰才会特别指出，它的标的不是只有领息，股价也会强而有力。那它第2点特色，季季配息，能让投资人助长稳定现金流。OK， 往下滑，这里有详细说明，这档 ETF 是追踪台湾 ESG 永续高股息精选30指数，是依照股息殖利率排序取前30名，并捕捉兼具永续以及高息2大特征的企业的绩效表现。以我的理解，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买入这档 ETF 等于买入同时符合 ESG 分数不错，而且股息殖利率排名前30的企业。至于它目前也有哪些成分股呢？我们可以点击它的投资组合看看，包含联咏、联发科、华硕等等30间挑选出来的企业，持股比重看起来也还蛮平均的，不会像0050、台积电、一枝独秀这样落差很大。那接着再往下滑，这里也整理了00878各类资产占比，主要的占比包含电脑及周边产业、半导体产业以及金融相关产业，比例感觉也是很平均，不会过度集中。OK， 那大致了解完00878的基本资料后，接着我们来观察它的净值与市价。滑到最下面这个图表可以更容易理解这档 ETF 最近几个月的走势与价格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最长期的走势，从2020年上市至今，以前它的价格确实有慢慢向上，毕竟我们买高股息也会担心用价差发股息给我们，所以目前看878这只是还好。那下一页也有整理它的累进含息报酬率，持有超过1年，报酬率看起来都还不错。接着就来观察股息投资人最在乎的配息，从这里的表格可以了解00878过往的配息记录，从2020年成立以来都有维持每季配息哦，到目前为止4年多的时间没有断过。那虽然中间有几次配息有稍微减少，不过后来也是拉回，有越发越多的，看起来是还蛮有诚意的。
那经过基本的了解，最后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投资的话，右上角也提供了一个报酬率试算。假设我们投资10万元台币，在1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可以获得多少报酬？按下试算。OK，试算结果出来了。假设我们1年前投资10万元，光是配息可以领9000多元，哇，这样算起来，殖利率有9点多%，哇！不愧是近期台湾交易量最多的 ETF。第二支0056元大高股息，首先我们一样来到元大的官网，观察0056的成分股。这档 ETF 中涵盖了大部分的股票以及极少部分的期货。从它的投资组合中包含长荣、联咏等等50间挑选出来的企业。至于怎么挑选出来的，在基本资讯的地方也有说明。0056是从台湾50及中型100指数所组成的母体中选取未来1年预测股利值利率最高的50只股票作为成分股。那讲白话一点，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从股市中列出是前150大的企业，再从这150中挑选股息殖利率前50名的，也就是说从大企业中挑选股息配得多的。因为很多投资人会觉得大公司下市的几率比较低，这样我们领股息的同时也不会担心公司下市本金归零。至于配息，我们可以点选这里查询日期区间，它这里是预设1年。如果我们想观察久一点，也可以往前选。像0056是2007年就发行的嘛，比刚刚那只00878出生的更早，所以我们可以往前看远一点，可以发现过去10几年它都是每年才配息一次，直到2023年7月才改成季配息。那至于可以领多少股息，因为这里没有提供计算机，所以我们自己简单算一下。跟刚刚一样，假设在1年前投入10万元，一样以1月8号的收盘价，056 1月8号的收盘价是36.57计算，1年前投入10万元可以买入2700多股，再乘上年度总配息是3.63元，总共是9900多元。这个数字跟刚刚的878相差不多。1年前投入10万元的话，都能领到9000多元的配息。第三，群益00919元大精选高息，首先一样来群益官网看看它的成分股。包含联发科、长荣、中信金等等30间股票。我发现联咏、联发科怎么好像很常出现的感觉。OK， 那题外话，那往下滑也可以看到这档 ETF 也是包含一点点的期货，主要是以股票的比重为主。至于这30间是怎么挑出来的呢？我们点选基本资料，官网这里有说明。挑选近4季 ROE 大于0有获利的企业，并依照宣告股利以及每股盈余成长率计算股利率。最终股利由高至低排序筛选出的30档股票。这个 ROE 的部分，中文名字叫做股东权益报酬率，是指衡量一家公司盈利能力相对于其股本的指标。通常这个数字越大越好。那这里也有解释，本指数聚焦于配发高股息而且获利能力佳的30档股票，选入的成分股不全是大型龙头股，这点跟刚刚第二支以市值前150大的企业中挑选就不太一样。这一支群益的00919可能也有偏小型，但近4季 ROE 获利能力不错的企业。那大致了解完后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历史股价，从上市以来到目前的股价走势，看起来是有慢慢向上的。不过它其实也才2022年才挂牌上市的，是我们今天看到的3档中最年轻、年纪最小的。所以未来的状况如何，可能还有待持续观察。配息的部分，从2023年5月开始配息，它也是每季配息。至于可以领多少股息，这里群益的官网一样没有提供计算机，所以我们就自己简单的计算一下。假设在1年前投入10万元，以刚刚相同的条件，2024年年初的收盘价大概是22.07元计算，等于说1年前投入10万元可以买入4500多股，再乘上年度总配息，这里全部加起来是2.80元，最后乘出来的数字是12600多元。也就是说1年前投入10万元的话，我们可以领到12000多元左右的配息。哇，这个数字比刚刚国泰的878跟第二支的0056多了2-3千，感觉似乎很不错。那影片看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把资金投入领被动收入了吧？先别着急，接下来我也整理了一些高股息 ETF 的注意事项或者说风险，希望帮助你在投资前再多一层思考。首先注意事项1，高股息 ETF 长期绩效可能不比大盘。虽然这几档 ETF 股息发得多，但我们换个角度想，如果公司选择将越多的资金分给投资人，也代表着他们无法用这些资金去开发新的产品、新的技术、购买新的设备。
这样的话公司成长的速度可能就会趋缓，那么股价增长的幅度与速度，相较于那些股息配得少的企业，可能成长就会有限。因此，长期来看，高股息 ETF 的绩效比较难超越大盘的 ETF。第二，殖利率并非唯一的投资指标，但我们买高股息的 ETF 就是看上它配息多，但有时候需要注意，这样不要以单一个指标来挑选投资标的。原因是在配发股息给股东后会进行除息。举例来说，有些公司假设目前股价为100元，配了10元给股东之后，股价就会降到90元。但如果有一些 ETF 后来股价没有涨回来原本的100元，这也会让投资人面临赚了股息，但好像赔了价差的情形。第三，偏重单一类股。因为台湾的科技业发展成熟，所以台股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标的，资源大多集中在资讯电子类股。从刚刚的3大高股息 ETF 中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，前几大持股几乎都有联咏、联发科这类的企业，可能会有产业较集中的情形。因此，在台湾投资高股息 ETF 的同时，我认为还是可以再做其他适当的资产配置。另外，其实刚刚也有发现，前面说的3档 ETF，虽然他们每季都有配息，但其实配息有时候会有高有低，并不是一直越发越多的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打算以这些高股息 ETF 作为退休生活的主要来源，可能还需要多加留意配息的稳定性。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关于我对台湾交易量最大的3只高股息 ETF 的心得与整理。如果你也想透过投资领被动收入，以上的内容或许是可以考虑研究的项目。但也再次提醒，世界上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。投资前除了做好资产配置，官网上也都有提供公开说明书。建议投资前还是要多做研究，保持独立，避免跟风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的内容，可以在下方链接约我的对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适合自己的被动收入建立方法，也可以在那里领取我的6大被动收入报告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。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。有其他想补充的，也欢迎留言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